众人闻言，心中一凛。什么？这魔神的技能居然如此的恐怖！盘龙、2位神殿殿主以及115瑶苏佑威等神元宫的众人纷纷爆发出全力，神光璀璨，神技爆发。他们手中的武器之上充盈着恐怖的神威，全力挥舞，如同穿梭的流星，在黑色的魔锁之间寻找缝隙。然而，那恐怖的魔神锁魂似乎有着自己的意志，每一次被众人的神技击中，都会衍生出更加强大的力量。魔气弥漫，与众多的神技力量碰撞下，那场面混乱而惊心动魄。然而，黑色锁链的恐怖之力愈加的太过强大，像是要吞噬一切力量。每一次撞击都让空间颤动，如同惊涛骇浪般无情摧毁着众人的防御。神技的力量在这无形的恐怖之前也显得无比的脆弱，就如同微弱的火星撞击在坚不可摧的巨岩之上，瞬间湮灭。蝼蚁的神灵也妄想与万魔之神对抗，你们有这样的实力吗？魔神的笑声在黑暗的虚无上回荡，那是一种对众生无力反抗的蔑视。他的魔神锁魂之术犹如绝望的化身，让每一个神魂都感受到了冰冷黑暗的死亡气息。众人的表情中充满了决绝与不屈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即便是面对绝望，也要奋战到底。就在这股绝境之中，一道道光芒突然从众人的体内爆发而出，那是他们最后的力量，凝聚而成的希望之光。在这一刹那，时间凝固，所有人都注视着这道光，等待着最终的命运。众人凝聚着最后的力量，光芒在他们全身汇聚，如同黎明前最后的坚持。希望之光闪耀着温暖色彩，它在众人的期望与信念中化作一堵无形的希望屏障，静默地矗立在他们的前方。黑色的魔神锁魂宛如黑暗中的统治者，带着混沌与毁灭的气息，击破了各大神迹的力量。现在他们以一种几乎挑衅的姿态，蜿蜒舞动着向那道无形的希望防御屏障冲去，发出令人心悸的魔锁碰撞的鸣声。轰！一声巨响，魔神锁魂与希望的屏障碰撞，那一刻整个虚无都在激烈的震动，众人的脸上写满了凝重和对魔神力量的恐惧。他们感受到了魔神锁魂中蕴含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，即便有着屏障抵挡住了魔神锁魂的正面冲击，但是他们的身体依旧不由自主地被震退开去，鲜血从他们的口中喷溅而出，无力地散落在灰尘弥漫的虚无中。而作为众人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双龙尊主站在最前线，他们的眼中此刻闪烁着决绝的精芒。尽管魔神锁魂的力量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但他们依然挺直了脊梁，将自身的神力催动到了极限。他们如同两座不屈的山峰，即使是在魔神毁灭的狂怒之下，也丝毫未见动摇，将众人牢牢地保护在其身后。但是很快，就算是双龙尊主以及应龙神灵们的出手，他们的身影显得异常的凄凉。特别是双龙尊主，他们在先前与魂天魔神的激战下消耗了大量的造化神力，只剩下意志力在苦苦支撑，周围是一片混沌，就像是天地初开时的模样。无尽的黑暗中，只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微弱光芒在挣扎。咔嚓！突然间，一声碎裂的巨响打破了这最后的希望。魔神锁魂的力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，无情地撕裂了众人的屏障。整个屏障在一瞬间被魔神碎魂的恐怖力量土崩瓦解，碎片飞散于混沌之中。这也是众人最后希望的象征，如今却在一瞬间化为乌有。众人的眼中流露出绝望，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完了，我们输了。双龙尊主的声音在黑暗的虚无中回荡，那是一种无力的哀叹，却也充满了对这场抗争的无悔。他们没有了反抗之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有的坚持在魔神的威压下灰飞烟灭。即使我们倒下了，但我们应龙神灵的精神永远不灭，将会激励着后来者继续的抗争。你们这些魔神终究会被崛起的后来者击败。双龙尊主对着魔神说完这一句话之后，他们的战败似乎为这片混沌虚无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但是在离着他们的不远处，一道微弱的光芒正在悄然孕育，仿佛是新的希望正在萌芽，预示着未来的抗争还将继续。那道身影如闪电划破苍穹，突兀地立于众人之前。他的到来宛如希望之光破晓而出，众人迷茫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。他身姿挺拔，眼眸深邃，一袭黑袍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仿佛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神星。有我在，你们不会有事。那道声音无比坚定，铿锵有力，扫去阴霾，给众人又带来了希望的信念。他的气息与四周的虚无交融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强大存在。逍遥步横贯八方，他身形一晃，似在混沌虚无留下一串串虚影，神力汇聚，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手中的神火横骨尺之中。那把神尺在他手中舞动，仿佛拥有生命，吞吐着火焰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突然，他全身力量爆发，犹如天雷滚滚，威势无匹。神火横骨尺在空中划过一道道闪电，直指苍穹。那股恐怖的威力能撕裂天地，斩断一切邪恶之源。
在这充满毁灭之气的虚无中，希望的火种正在燃烧。他用自己的力量为这片混沌虚无中带来不可能有的奇迹。萧炎的气息变得无比可怕，他仿佛化身为一尊不朽的战神，那毁灭性的力量凝聚在神火横骨尺之上。这一刻，萧炎的存在超脱了凡俗的极限，他与神火横骨尺合为一体。萧炎那凌厉的目光锁定在了那朝着席卷而来的魔神锁魂之上，手中的神火横骨尺犹如引动了古老力量的钥匙。他挥尺横扫，那动作简洁而有力，仿若天地间最原始的律动。尺影化作破浪，尺间携带狂暴的剑气犹如海潮般汹涌而出，瞬间撕裂了天际。先是萧炎的正前方，而后以萧炎为中心的四周虚无虚空都被劈开，锋利到极致的横绝之气所到之处，空气被定格，形成一道道凌厉的锋刃，呼啸着横扫四野。萧炎的身影在这肆虐的力量中显得渺小而又坚定，他的步伐轻灵而迅捷，仿若漫步于虚无的每一处，每一次踏步都精准地避开魔神锁魂的攻击，反而以更快的速度锁定那些魔神锁魂的轨迹。在这无尽的虚无之中，横绝之气如同狂野的龙蛇，在混沌中肆意穿梭，他的力量庞大到足以撼动天地，仿佛要将这无垠的黑暗世界彻底撕裂，并带着无可匹敌之势轰然撞击在那巨掌之上。轰隆！当横绝之气与魔神锁魂碰撞的刹那，整个混沌虚无似乎都在这一瞬间颤抖起来。那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对决，是神奇与魔神的激战，是黑暗与光明的交锋。伴随着一道道横绝之气的极致爆发，精准地击中每一道的魔神锁魂上，引发一阵阵虚无的剧烈颤动。萧炎的眼神冷冽如冰，他的目光再次紧紧锁定着那道魔神之躯，因为接下来他的目标正是直接攻击魔神之躯。他全身的大道神力汇聚在掌心，这股力量已经达到自身的极限，连天地都要感到震颤。因为萧炎要施展出一招制敌的绝对杀招——纵灭天下。纵绝，纵灭天下。萧炎的声音坚定不移，伴随着他话语的落下，他体内的那股纵绝之法如同脱弦之箭般爆发而出，瞬间吞噬了四周的黑暗虚无。他要同时施展纵横之法。盘龙等人的目光紧紧注视着萧炎的身影，他们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萧炎连续施展出纵与横的两大之法，现在见识到了对方如此极限的施展，仿佛目睹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萧炎的身上觉醒。众人都在这一瞬间感受到了来自萧炎身上的恐怖压迫感。虽说萧炎兄弟的纵绝比起横绝更强大，但想要以这一招制敌还是远远不够，毕竟对方乃是一位魔神级别的恐怖存在，就连神族长大人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魔神，他即便在短时间内以逍遥步的身法爆发出纵绝的极致爆发力，也不可能会击败对方。刚刚大龙尊主他们已然看不到希望，但是萧炎的出现又让他们的意识稍稍恢复，或者是萧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曙光。虽然不知道萧炎为何在这毫无胜算的对战中依旧挺身而出，但从刚刚萧炎的那道姿态，根本不是蠢到说去以卵击石。众人的脑海此刻也正在疯狂的运转，很快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了共同的答案，那就是萧炎还有更强大的底牌。萧炎兄弟的神之姿态，气势如虹，周身的气息变得深不可测，想必正在酝酿着一招恐怖大能。就连神元宫的盘龙副公主对萧炎愈加的欣赏无比，她乃是造化神器的化身，如果在顶峰时期实力堪比造化主神的层次，能够被造化神器的盘龙如此欣赏，除了萧炎本是无上传承者之外，他自身的天赋都是超乎想象。有趣，你这人类可真有趣啊！妄想与本魔神抗衡，你的这一份气度，但是让吾想起了当年的神族之长。你这样的勇气还真是难以见得在一位人类的身上发生。那么本魔神就给你这一次机会，你的这一招大能否撼动我的魔神之威？这尊苏醒的魔神反而不惧萧炎任何的气度底牌，因为他早已经看出萧炎的修为不过是大道主神而已。虽说大道主神在大纣中也算是称霸一方的存在，但是在一位堪比造化主神实力的魔神面前，大道不过就是他挥手间就能够将其分解覆灭罢了。之所以给萧炎这个机会，是魔神想要看一看这人类究竟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，因为他从萧炎的身上看到了与寻常人类完全不同的特点。